崔家军大捷，杀敌数万，俘获接硕申吏部、方工部万余，更有车马、弓箭、粮草、无计数，并夺回白水关，将接硕逐至白水山以北，不令犯境。臣崔乙即亲自押解接硕申吏部、方工部首领7人赴京献俘，恭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哎呀，朕就知道，朕是天命所归，无所不利，战无不胜。陛下，崔乙夺回白水关，获此大捷，都是陛下纳言求治、知人善任之故。若非有陛下圣旨，令朝中6部予以力援，也不能得此大捷。裴卿说的是啊，虽说这圣旨是朕所下，但是还得朝中6部各位爱卿兢兢业业，帮衬他们崔家军。幸好近日赵裴卿还朝，不然这献俘一事，朕都不知道该交给谁去办了。献俘之事，按理应由礼部会同兵部办理。无妨，虽由他们办理，但是裴卿你还得替朕多照应一些。遵旨。这么大的喜事，既然献俘太庙，就应该大赦天下。即刻去传旨，将信王放出来。献俘的时候，也好与朕同去。陛下，崔家军大捷，信王何功之有？信王故意纵火，杀害数十条信女，这才幽禁多久？陛下要将其赦免吗？他可是你的亲哥哥，你为何这般不依不饶呢？信王妃之死，难道不无辜吗？陛下，刚刚除了急报，崔乙大将军还有一封奏书，随急报一同而来。袁常侍，你把奏书也念一念。看来这个崔乙觉得军功太多，一纸急报写不下，又另上一本奏书，来表彰一下这次立功之人。是。念呐！叩请皇上圣安，臣平凉大将军、魏阳大将军、朔州道行军大总管、左威卫大将军崔乙，特为东宫立储之事，奏陛下，请立秦王逆为太子，以固国。住嘴！这个崔乙简直是混账之极！陛下，陛下乃性情中人，但陛下是圣人，金口玉言，不能言辞轻慢，以免寒了前线大将之心。他以为他打了胜仗就可以对朕的家事指手画脚吗？这个老匹夫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陛下，立储不是陛下的家事，立储乃是国之大事。崔乙身为边关大将军，上此奏书，理所应当。顾相的意思是觉得老匹夫说的有理。陛下虽然春秋鼎盛，但楚二之事，维系宗社根本之重，早正东宫之位，以系宇内之心。不要跟朕掉书袋，说这种大道理。立太子那也得用朕说了算。不管怎么样，立嫡立长都轮不到李逆。陛下，儿臣浅薄无知，不堪屈用。闭嘴！跪下！陛下，如今战乱始平，但北有接硕虎视眈眈，南有百越尚未平静。秦王率镇西军
秦王平乱，方拥陛下即位，垂拱宇内，为国朝之万年大计。臣以为当立秦王为主。臣附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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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退朝！退朝！阿爹的这道奏书还来得及阻拦吗？大将军说了，知道小姐耽于情谊，不忍逼迫秦王太甚，所以这个恶人就由他来做。大将军还说，料想小姐必定会阻拦的，所以先奏请了朝中，递了奏书，想要阻拦，怕是来不及了。阿爹这是为了我，不惜把自己陷入水深火热当中啊！只怕是七郎会因为这件事情十分气恼我跟阿爹。什么？崔乙上书请立秦王为太子？这正是为何一下朝就派人叫你来书房。那父亲呢？我自然是附议。韬光养晦，那是从前的秦王。自从他收复两京之后，秦王便已经是储君的不二人选。为人臣者，当为陛下直言。裴宪大将军呢？他也是附议。父亲觉得，陛下会立秦王为太子吗？崔乙是平凉卫阳大将军，手握重兵，又打了胜仗。他既谏言立秦王为太子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裴宪是镇西大将军，亦手握重兵，秦王将其视作公公，他们两个人的话，陛下不能不听啊。朝中文臣为父亲马首是瞻，父亲表态应立秦王为太子，文臣们必然不会有二话。崔乙这一步棋下得真妙啊，直取中心。父亲这招顺水推舟，也是极妙啊。大哥息怒，息怒啊，大哥！大哥，我站在朝堂之上，只感觉到大势已去。二弟，是大哥一时疏忽，才遭李密陷害的。看来他早有预谋。我要面见父皇，哪怕豁出我的性命，我都要面见父皇。二弟，你快帮大哥想想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父皇赦免了我？大哥想出去，不妨试试苦肉计。苦肉计？公子，怎么办？据说大败，崔乙竟然重新夺回了白水关。崔乙公然上书奏请皇帝立李逆为太子。既然如此，那对李俊和李来来说，便是火烧眉毛了。阿叔，你去亲自问问李来，如今已经迫在眉睫，看一看他是否有用得着咱们的地方。我愿意为齐王殿下排忧解难。是。皇后，什么？我娘的珠子。
还给我，快点！东西还你了，你快走吧。秦王殿下，请自重。从此两不相欠。75、80、85，这么多啊！95，还差5个。这个月呀，咱们给秦娘子寄的钱啊，是1500钱。哇！哦，1500能买多少小鸭子呀？太好了！买小鹅。小鹅长大了能下鹅蛋，还能看家。瞧你能这点出息！不是，咱上次不是说不买鹅？凭什么不买鹅？不是。哎，石七郎，你回来了。哎，石七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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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咋回事这是？从此两不相欠。小姐，怎么了？一个人坐在这儿也不点灯。一时走神了。那我去拿个火镰来。桃子，不用点灯，我想自己在这儿坐一会儿。这是怎么了？你声音听起来都有点哑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没事，我想坐一会儿。
三更半夜的不睡觉，练什么剑？我说你们少年人啊，就是心火旺，吵了架去找他呀。哎，我就搞不明白了，能有多大的事儿啊？这一宿一宿不睡觉，熬鹰呢。哎呀，这不入相思门，难知相思苦啊。你就慢慢熬吧，我走了。小姐，你一夜都没睡啊？没事，打水洗脸吧。这就去。信王到！陛下，信王到了。父皇，君儿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父皇，儿臣因为再也见不着你了，儿臣冤枉。儿臣冤枉，儿臣没有啥枉事啊！不知为何那个李宁三番五次的想置我于死地，你马上就要当太子了呀！然后他定然不会放过我。我今天能够见到父皇，我就死而无憾了。你快命人帮我送回信王府！你切莫惹恼了秦王啊！李宁是我生的，我还能怕他不成吗？君儿，你放心，朕马上就下旨，解了你的幽禁之苦。李逆若是敢说三道四，我必传杖打他。殿下果然神机妙算。信王一解禁，就忍不住派人四处打听秦王府的细事，可见他是要对秦王下手了。如何？信王的亲信，上次已被秦王全部捉拿下狱，于死狱中。如今信王能信得过的，是从前张管事的儿子张二郎。我早就按照殿下的吩咐，去找人指点了张二郎。秦王的府中人事简单，唯有秦王的乳母孟氏。秦王待他十分亲厚，可他偏有几个不成器的儿子，贪财好利，有戏可乘。说不定可以在秦王的饮食上找出办法。不会查到我们头上吧？殿下放心，绝不能够。我这位大哥呀，说他莽撞吧，足够莽撞；说他胆大呢，也是足够的胆大。只希望他这一次能够有足够好的运气，
一举成事吧。你也知道，我那个儿子郑五郎啊，十分的不成器，除了吃酒就知道赌钱。以前在家的时候，还总骂我是个老不死的。如今呢，他见到殿下富贵了，把我接到府里来享福。今日竟然又来巴结了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奶娘不必介怀。也难为我家那个不成器的郑五郎，突然又成器了一回，特意送来那么些莴笋干。这石七郎啊，很喜欢吃这笋干包子，也不是什么精细吃食。可那时候在梁王府里，又有谁知道他喜欢吃什么，又特意给他准备什么呢？我那时候啊，总是从家里拿来莴笋干给他做包子。那时候他还是个小郎君呢，一顿饭可以吃4个包子呢。我真怕把他给撑坏了。看这馅儿啊，要多放点儿啊。好，我帮你，奶娘。奶娘，你看，这样包对吗？你学得还真快。像你这样温柔体贴、又贤惠又心灵手巧的人呐，不知道谁有福气能娶到你做娘子呢。走，石七郎，石七郎，你猜谁回来了？他这2天啊，耳朵不太好使。石七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殿下脸色怎么回事？生病了？可能是无仗可打，精气神一下就松懈了。这天天半夜练剑，脸色能好才怪呢。半夜练剑？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哦，这不是到了每年入京述职的日子吗？我入京之后就去面见了陛下，没想到陛下见了我之后，突然感叹说毕州太远了，哦，就让我留在京中多休息几日，全当休沐了。嗯，走，我带你去风云楼喝酒，替你洗洗尘。身子真没事儿？没事。那去了啊。哎，桃子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你不是生什么病了吧？我没事儿，不过我家小姐好像是病了。啊？她怎么病了？懒于饮食，短于睡眠。她还跟我说她没事儿，那是没事儿的样子吗？还不是因为秦王。小姐说，秦王一定是其实石七郎这几天也古怪得很，总是出神。有时候我问他话，他就跟没听见似的。哦对，前几天信王不是被放出来了吗？石七郎他想进宫跟陛下理论，但被裴大将军给拦住了，所以他这几天是愈发的闷闷不乐。他们俩一定是大大的吵了一架，比之前那次更厉害的吵架。哎，桃子，你这么聪明，那这一次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吗？我是一点辙都没有。我家小姐多聪明的一个人，还不是拿你们秦王毫无办法。石七郎也是，他那么聪明一个人，这一次也跟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他也一定是拿你们崔小姐没有办法。冤家，俩冤家。今天殿下怎么还没回来啊？想来是在外面有事呢。照理说，这第1笼包子怎么都应该请殿下先尝的。
但我有好几年没做包子了，也不知道这个咸淡滋味如何。罢了，今天啊，我也不讲究这些尊卑了。老婆子僭越，先尝一个。顾小姐，待会儿殿下回来了，你再同他一起吃，这样滋味才好呢。奶娘。好吃。石七郎，我正准备出去找你呢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奶娘突然发了疾病。不成了，已经摸不到老人家的脉了。殿下，请节哀顺变。是什么急症？怎么会病发这么快？殿下，老人家本来年岁大了，有突发疾病。我来的时候，其实老人家已经过世了，可能是心疾引起，适合病因，现在已无法诊出。大夫，这边请。顾小姐，奶娘发病时你一直在身旁，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有没有说哪里不舒服？下午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有说有笑的，突然就说胸口痛，然后就晕了过去。我赶紧去找鲍大哥，请了大夫。一会儿大夫来了，殿下也回来了。有劳了。殿下太客气了，奶娘待我如同亲人一般，我心里也将奶娘当成了我的亲人。只是没想到，短短一世，就天人有隔。奶娘下午的时候还给殿下做了笋干包子，说那是殿下最爱吃的，要等殿下回来一起吃。怕滋味不好，奶娘还亲自尝了尝。石七郎，我送顾小姐先走，咱们好料理奶娘的后事。顾小姐，这边请。从前不觉得，如今看来，编的是真丑，但怎么就是舍不得扔呢？小姐，小姐，怎么了？秦王的乳母突然得疾病去世了。那他可是要伤心坏了。是啊，小姐，你要不要去看看他？我。
十七郎，我看了一口好棺木，已经替你做了主，切好了就送过来。奶娘的庄果，我也替你拿了主意，师傅也来算过，说要停灵7天，但不能停在家里，所以今晚连夜要送到城外的玉佛寺去。你也别伤心得太狠了。 奶娘下午的时候还给殿下做了笋干包子，说那是殿下最爱吃的，怕滋味不好，奶娘还亲自尝了尝。 十七郎，仵作我已经找来了，军中山验毒的医士我也叫来了。真的要开棺吗？开棺。是。 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奇怪，人去哪儿了？小姐，这么早你去哪儿了？桃子，你去告诉谢长儿，如果秦王怒冲冲的要出门，或者有别的冲动之举，马上就来告诉你。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 没有，就是以防万一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莴笋干是乃良的儿子郑武郎送来的。 给莴笋干禁毒的是张二郎，已经被拿到。张二郎原是信王府管家的儿子，其供认说，因郑武郎曾听其母说起，殿下喜欢吃此物，于是就买通郑武郎在赌场的朋友王四，撺掇郑武郎将莴笋干送到府中来巴结殿下。张二郎供认，郑武郎并不知道莴笋干有毒，但已经被信王府的人杀了灭口，尸首扔在河里。 万年县衙门正在打捞尸首。这一大早怎么眼皮就跳呢？也不知道是主凶还是主吉。唉，都怪那个奶娘的，一把年纪了，还嘴馋吃什么包子？你吃什么包子嘛？要不就能把李妮给毒死了，医疗白聊了。哎，秦王殿下，等我！让开！大事不好了，殿下！你慌什么？你快说！秦王殿下带着人杀进来了。什么？杀害大嫂还不够，你竟敢往我府里投毒！你怎么血口喷人？你怎么胡说八道呢？你！让开！你想干什么呀？
你不要以为你将奶娘儿子灭口，我就追查不到。是你让人在他儿子带来的莴笋干里下毒，是你害死我奶娘。这胡说八道！你怎么信口雌黄呢？我害你奶娘干什么？我因为你想毒死我！殿下，我们有真凭实据，我们不如去朝中，当着陛下还有百官的面讨个公道啊！殿下，公道？他谋害新王妃，杀害这么多无辜的人，才幽禁几日就被赦免，哪还有公道？让开！殿下，请勿冲动行事啊！殿下，先王要毒害您，咱们在陛下还有百官面前，必然要让他给咱个交代。但是如果你一剑杀了他，朝中法度何在呀？殿下，本来一切都是铁证如山的事情，如果你杀了他，就成了你之过呀！殿下，你如果杀了他，陛下会怎么处置你？更会恨我们，为何没有拦住殿下呀？石七郎，为了镇西军，你要冷静啊！石七郎。东东，父皇救我！你让开！父皇快救我！父皇！哎呦，娟儿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是怎么回事？秦王他要杀了我呀！陛下，怎么？秦王在宫门外叩请觐见。啊！父皇，你看到了吗？他不依不饶，追起胡来，这想杀了我！父皇，你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不许秦王进来，让他跪在那御殿前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不许起来。是，多谢父皇，多谢父皇。小姐，耳朵传信说，小裴将军当真拦下了秦王，但如今秦王还是想闯进宫去。小裴将军正在苦苦劝阻呢，不过好在，裴健大将军已经带着人前往宫门口了，想必无论如何，秦王也能够被拦下，不至于拿着剑进宫。看来这次他是真的伤心坏了。小姐，你是怎么知道叫小裴将军说那番话，他就一定能劝得住秦王呢？那个人啊，最是重情重义了。到了悲痛欲绝之时，他定会不顾惜自己的一切。但是裴元还有镇西军中的同袍，他一定会顾惜。只要告诉他，若是杀了信王，皇帝定然会拿裴元还有镇西军出气，他就会冷静下来。小姐，你真的是最懂秦王的人了。事到如今，就算懂得，又能怎么样？原来奶娘不是突发疾病，而是中毒。信王是想毒害秦王，没想到误中覆辙。天哪！奶娘倒下去的时候就在我面前，可把我吓坏了。小姐好险啊！那毒不就下在莴笋干中吗？你差点就吃了那个有毒的孢子。是啊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也许就被毒死了。小姐，这实在是太危险了，以后你就别再去见秦王了吧。俗话说，富贵险中求，我怎么能因此就不再见秦王殿下呢？说得好，不愧是我的女儿。父亲，请坐。你都知道了。听说早先秦王拿住了人证物证，就亲自到信王府上去了。
幸好小裴将军去得及时，信王才进了宫。这正是秦王率直的地方，也是他吃大亏的地方。明明是信王给他下毒，但陛下却偏爱信王，自然会袒护信王。秦王此举十分不智啊。父亲的意思是，秦王他就该视之以弱。如果我早就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会教他。先拿到了人证物证，就直奔宫去，跪在陛下面前哭诉，就说他不敢相信信王为了争夺储君之位给他下毒，但又不能不信。只求陛下能够看在父子一场，免去他的王爵，发配到边疆保命，而只字不提追究信王之事。陛下一定会心感内疚。这满朝的文武大臣，我还有裴宪，包括边疆那位崔大将军，自然会帮他，狠狠地定死那个信王。秦王定不会有此番作为。是啊，这好好的一盘棋，明明可以打一个泼天大劫，甚至可以将信王连根拔除，可是他却率性而为，弄成了现在这个僵局。眼下，父亲打算怎么做？我们做臣子的，看见齐王被迫害，自然不能袖手旁观。齐王十分看重他的那位乳母，自然十分伤心。他的那位乳母是你给找回来的，他见到你的时候，必然感怀。你一定要好好的劝劝他，要保重自己的身子。女儿明白，婉娘已经准备好了祭品，一会儿就去秦王府祭奠。万万没想到，我这位大哥运气还是不够好，竟然只是毒死了秦王乳母。殿下，咱们这谋划其实已经成了一半。这余下的一半呢，我还得去好好劝一劝我这位惊魂未定的大哥，让他再加把劲儿。顾小姐，秦王殿下未在府中，殿下进宫去了，还未回来。无妨，我是来祭奠奶娘的。殿下，既然不进宫，咱们就回府吧。你一天没吃东西了。方才信王府里那番话，谁教你？我自己想的呗。是崔小姐特意教我说的，她说只有这样说才能拦得住你。而且我也问她，为什么不自己和你说？她说你并不想见她，而且这话她说你也未必肯听，所以必须我来说。石七郎，其实一开始我对崔小姐也颇有成见，但是旁观日久之后，我发现她确实有过人之处，思虑周到，而且处处为你打算。最难得的就是她不骄矜居功。石七郎，你们俩两情相悦，其实挺般配的。什么？裴青的意思是要流放信王，是吧？陛下，这也是臣的意思啊。那可是朕的儿子啊！就算是所谓的人证物证是真的，是信王要给秦王下毒，可是李逆也没死啊，为什么要将信王削去王爵，还要流放啊？陛下，秦王也是您的儿子，况且秦王收复了两京，功在社稷，而那信王呢，谋害信王妃，此事举朝皆知，却未受到严惩。刚刚被赦免放出，就要谋害手足，这种泯灭人伦、罪大恶极之人，难道陛下您还要执意罔顾国法，
去偏袒维护他吗？哎，顾青，没那么严重，没那么严重，这只不过是他们哥俩闹点义气而已。那个，秦王不是也用剑砍伤了信王吗？再说了，他这个气也出了，为什么就不能放过他的哥哥？那可是他的亲哥哥呀！陛下，裴卿，为何行此大礼？陛下，秦王自领镇西军秦王，收复两京，有大功于社稷。可今日谋害他的人却毫发无损，逍遥法外。难道日后任何人都可以谋害有功之臣吗？在镇西军中，凡同袍蒙冤，自我而下，必为其鸣不平。这是镇西军命迫所在。陛下，徇私枉法，宜偏袒信王。那臣只好率领镇西军，奉秦王远离朝中，以保全秦王性命。陛下，倘若陛下不肯流放信王，以正国法，那臣也只好率领中书省诸臣辞去中书之职。顾卿、裴卿，何至于此？何至于此呢？这难道就不能放信王一条生路呢？陛下，那信王先是谋害发妻，又谋害手足，已经犯下了十不赦之大罪。如今削去王爵，流放他，已经是放他一条生路了。我的俊儿啊！你怎么受得了流放之苦啊？臣告退。两位爱卿，且等等，且等等。流放也行，但是要流放多远呢？依照我朝律例，削去王爵，流放3000里，至极北碎叶之地。不能再近一点吗？这过几天就是董皇后的忌日，能不能让信王随朕一块儿去祭拜他的母后？到时候我会让秦王也去，让信王当着他的面给他赔罪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能不能流放1000里，啊，到琼州，行吗？陛下，这董皇后并非是秦王的生母啊，秦王的生母乃是刘贤妃，之前追封生母之事已经委屈了秦王，如今再让她去祭祀，恐怕不妥呀。当初朕呢，就应该也追封刘氏为后，真不应该去赌那一时之气。这样吧，到时先祭祀董皇后，然后再祭祀刘贤妃。我把信王给叫来，在刘贤妃的灵位之前，向秦王赔罪。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倘若这信王能够在刘贤妃的灵位之前赔罪，那么流放1000里去琼州，这也是陛下拳拳爱子之心了。只是这责罚可不能再减了。两位爱卿的意思，我都听明白了。朕知道，朕以后再也不能回护他了。小姐，大将军那边传信说，接受那边派了一队人马跟着柳成风进了中原腹地。后来大将军继续追查，发现这队人马进了冀州附近以后就失踪了，想必是藏匿起来了。副帅行到何处了？离荆州不远。带上一队人马，咱们北上迎一迎副帅，以免这些接说人会暗中使坏。好。父皇，儿臣是被冤枉的，儿臣居然还要被流放，这是儿臣的命啊！父皇，俊儿，
朕与故相商议了很久，他才同意，从流放3000里改成流放1000里。琼州那地方也还好，就是要防着点瘴气啊。就不能不流放吗？儿臣舍不得你，怕是儿臣一去，就再也不能活着回来见您了。君儿，君儿，我真舍不得你，朕没有办法，这要顾及朝中群臣。舍不得，儿臣舍不得你，儿臣舍不得你，儿臣舍不得你。父皇，多保重。找的什么破地儿啊！马车也进不来，骑马也不行。殿下都在策划谋朝篡位之事了，又怎么能不在此机密之地相商？刘成风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暗中收买禁军，企图谋朝篡位的是我大哥，我并无弑父之意。只要我2位兄弟一死，皇位自然是我的。是啊，殿下只是想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等一定会令殿下心想事成。毕竟我和殿下都不想让李密再活着。帮我转告乌洛首领，只要你们能够帮我成功登上太子之位，那么盲河以北的燕州和涿州，我全都会依约割给结束，绝不食言。石七郎，既然说了是去祭祀董皇后和我母妃，还会让信王在我母妃灵前赔罪。你放心，我不会闹事的。石七郎，信王马上就要被削爵流放，这已经是最重的惩处了。今日是我奶娘出殡的日子，我会让老鲍他们一起假装我还在队列里，等出了城，我就先去送我奶娘出殡，然后再去兴陵。这样不大好吧？如果让别人知道的话，出城按惯例都坐车，我在不在车里，谁会知道呢？行了，回去吧，别让你阿爹担心。是。那各位兄弟，注意安全，保重。一会儿在刘贤妃的灵前，就妥妥当当的给秦王赔个礼，别再闹出什么意见来了啊！父皇，我知道了。镇定些，时辰还早呢。
都是接说人，你回去告诉裴元，让他带兵出城护驾。我去引开他们，你先赶回去。是，快。是。发现有些不对，我觉得也有些不对，偏偏跟着皇帝老儿出来，不让咱们带兵器。大家伙放警惕些！父皇谋叛！皇上！父皇，有儿臣护驾，有儿臣护驾呢！有刺客护驾！抓李密！接收人竟然派出部落身边最精干的侦监队，不是咱们今日能否赶到西长境？传令，亲卫骑重装换马，与我等急行。亲卫骑重装换马，立刻及时。是。这刺客怎么叫你殿下呀？啊！父皇，皇上，既然不肯杀秦王，就由我来代劳吧。谁让我生在这帝王家呢？这些刺客都是你找来的？我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竟然要流放我呀！你禅位于我，你退位去西内待着，好好的去做太上皇可好啊？俊儿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信王弑君谋反，护驾！好你个李来！我竟然没有看出你是如此吃里扒外的货色！给我杀了秦王！我上黄金万两，封冠护口！俊儿，你这是要造反呐！你竟然要杀自己的亲弟弟！陛下，先躲躲吧。你来！外的货色！不要挣扎了，大哥！你去死吧！
妃，渔翁得利之人呐！我这么多年来如此相信你，谁让我们生在帝王家的？
你护着石青阳先走，我来殿后。
老包，我们回家。等我。老三啊，老三，起来，你起来！快请快请！幸亏你来了，救了朕这一回。护卫陛下，陛下上马！哎，崔大将军，你不能走。十七郎，十七郎，我来了，星星，我来了，你看看我。
失去了，失去了。哥，你说话，哥，你说话呀！带你回家了，我马上带你回家了，哥，你说话呀，哥，带你回家，带你回老乐关了，哥。失去了，你醒醒！失去了，失去了！第二弯就是那。我好生难过。我知道。大家说好了，待到结葭归田，就回三里冢赵家村。可是他们都死了。
老婆，老婆，跟我打了这么多年仗，大的、小的，险象环生，他都没事。他总说我们这些老兵游子上天不熟，说上天不熟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失去了。我13岁入了军中后，是老鲍教我如何在沙漠里寻水，如何在绝境里求生，怎么烤虫子吃，怎么做一个好纸猴。他常说，我是百年一遇的人才。他还常常说可惜我是一个皇室贵胄，学了这一身本事也无用武之处。
好你没事，不然的话，只怕我会跟小姐一样，每天忧心如焚，只想守着你。但是老包他们死了，我好后悔啊！如果我当时还能再跑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他们就不会死，他们就不会死，他们就不会死，不会死，不会死，不会死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好了，好了，不是你的错，不是你的错，不是你的错，不要这样。你跟秦王真的都是拼了命去救他们的，真的不是你的错，真的。不是你的错，不是你的错。小姐，小姐，齐王不见了。
别的本事没有，闹他个天翻地覆，指不是？再拿手不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赵二哥，兄弟。 石七郎，我们都商量好了，等以后老了不打仗了，我们呀都从劳兰关回三里松。你要是闲了，就来看我们吧。来看我们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 也许你。 那个时候，我想去跪拜这世间所有的神佛，虔诚的许愿。你曾经说，
奶娘说过，如果有什么心愿，就放一只竹蜻蜓。等竹蜻蜓落地的时候，心愿就可以实现了。这些竹蜻蜓，都是你在昏迷不醒的时候，我在你床前想的。石七郎，你曾经跟我说。哎呀，这怎么全身都疼啊？陛下圣功无碍，只是心绪沉重。微臣告退。哎呦，真难受，真疼啊！陛下，太医刚刚请过平安脉，说并无大碍。可是，我现在还是觉得全身特别的疼。哎呦，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就会觉得有刺客杀出来。哎呦，我这一宿都不敢睡，只能点着灯。陛下，陛下受了那么大的惊吓，哎，如果换做常人的话，早就给吓破胆了。陛下只是稍有不适而已，已经是泰山崩于前不色变的境界了。顾相说的对，可是我这身上真是疼啊！你说这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陛下，既然您圣功不愈，那就册立秦王为太子，并令太子监国吧。秦王不是也受了重伤，还在养伤呢吗？哦，陛下，秦王年轻，受再重的伤，那调养几日也就好了。陛下，圣功要紧，如若不好好休养，这关爱社稷大事呀！哎呀，晋王和齐王多好的孩子，没想到被接硕人利用了。我听说接硕人善用药，他们肯定是给信王和齐王下了迷魂药，所以他们俩才会变了一个人似的。陛下，信王、齐王谋刺圣驾，罪无可恕。依照国法，十恶不赦，该当处以极刑。但是陛下宽厚仁慈，还是按照王爵之礼安葬了他们，并且赦免了他们的家眷。行了，臣知道。陛下，崔大将军已经押着接硕的俘虏回京，不如就命秦王代替陛下与宗庙献俘吧。朕就是不想见这些接硕人，一想到他们，我就想到我的来儿。那臣就替陛下下旨给礼部，准备册立太子大典吧。陛下，
还有一事得请您定夺。白水关大捷之后，崔家军陆续撤回了瀛州，这其中的军费花了几万万钱。您看我们兵部实在是……哎呦，真头疼得很。这些乱七八糟的事，都去问太子吧。但是陛下，还有一事必须由您定夺。这崔家军有救驾之功，你看如何颁赏啊？还怎么颁赏啊？这个崔氏女马上就要封为太子妃，而这崔乙已经做到了双份的大将军了。你说还怎么升他的官儿？怎么赏他呢？陛下，臣正要谏言，秦王可为太子，但崔氏女万万不可为太子妃。哎，崔乙不是要从众多皇子里选一个嫁女吗？陛下，此一时彼一时也。彼时孙敬刚死，江山社稷未稳，陛下也尚未立储。这崔家势大，又占据了东都，随时可以效仿孙敬之举，所以他才胆敢上书，要求择皇子为婿。但陛下也未曾答应啊，只是含糊其辞而已。哎，故相说的对，朕从来没有答应过他。啊，他以为他上了奏书，朕就必须依他。但是陛下，这恐怕有些不妥吧？哎，陛下明鉴万里，所以当日才含糊其辞，有何不妥？崔氏女是万万不可为太子妃。武将跋扈，那崔乙性情骄纵，眼高于顶。况且崔家军上上下下都对其忠心耿耿，若为外戚的话，朝中是万难钳制。难道还要再养出一个孙敬来吗？故相说的对，崔氏女绝对不能成为太子妃。但是陛下，太子对崔氏女一往情深，恐怕太子李逆还没成为太子呢。再说了，就算他是太子，他就能目无君父，抗旨不遵吗？哼，老百姓的婚姻也都是父母之命啊，媒妁之言。哼，既然是朕册立他为太子，那么太子妃的人选，朕总还说得算吧？哼，陛下息怒。裴大将军也是私心猜度，其实太子也未必是执意要娶崔氏女。陛下说得对，太子呢就应该有君父之忧，为天下计，顾全大局。陛下所选定的储君，难道这点气度还没有吗？小姐，今日又没见着秦王。昨天去的时候，小裴将军还说秦王殿下已经醒了，客客气气的收了我替您送的东西。我心想，今日怎么也能见秦王一面，没想到连小裴将军都没见着，随便打发了个奴仆来搪塞我，东西也不肯收，说是府中无人做主。没见着就没见着吧，秦王殿下身受重伤，刚刚苏醒。不愿见外人也是应该的。我怎么能算外人呢？从前奶娘还在的时候，我常常陪您去秦王府，也没见谁把咱们当外人啊。再说了，那个崔小姐进了秦王府就没出来过，没日没夜的陪着秦王，怎么咱们反倒成外人了？殿下和从前不一样了。从前咱们出入秦王府，那是殿下念着我帮他找到奶娘的情谊。如今奶娘也不在了，一时见不到她，也是常理。殿下怎么和从前不一样了？信王、齐王谋逆，秦王护驾身受重伤。陛下3个儿子，如今只剩下1个了。你说，秦王还能如同从前那般吗？小姐，这么说你要做太子妃啦？秋翠，人在得意之时最不能忘形，就冲你刚刚这番得意忘形之言，
就该罚打你手掌心10下。一定要记住，以后不能再有此狂妄之言。是。十七郎，天气凉了，我给你做件衣服吧。这府里还有这么多衣服呢。你以前总说，我都没有给你做过什么，所以，我想亲手给你做一件。来，给你量一下。 看一下啊，你最近都瘦了呢。你以前没替我量过身，怎么知道我瘦了？ 我以前抱过你啊，所以自然是知道你瘦了。从来都没有抱过我，都是我去抱你。这不是抱你了吗？变个戏法好不好？啊？你看，把它塞到我的手里面，塞，都塞进去了。吹一口气。看。你再吹一口气，看，没了。你看一下自己左边的袖子，有什么东西？没有东西吗？那你摸一摸你的袖子，右边。 我的。命定的缘分。你傻呀！我可曾是之后。你想借着给我量身，将发簪藏到我的袖子里。你这戏法变的这么大个误解，我能察觉不到？嗯。 谢谢。
以前都是老鲍烤羊，黄大哥、超二哥咱们喝酒，没想到现在。耳朵，你身上有伤，还是以茶代酒吧。来，让我们敬老鲍他们。敬老鲍。其实这一次，殿下还没醒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崔小姐十分的镇定，内心其实很佩服她。还有，特别要多谢桃子姑娘，要不是你在殿下身边天天施针，殿下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呢。其实啊，也多亏御医他们开的方子十分对症，只是他们对治疗内伤不是很有经验。好在皇宫内堂的药材都十分精良，不然恐怕秦王也不会那么快醒过来。其实这一次，我还有件事情，想拜托桃子姑娘。小裴将军但说无妨。我想请桃子姑娘去劝一劝崔小姐，让她能劝一劝秦王殿下。现在朝中的诸臣，皆以为秦王殿下必为太子，但是秦王殿下自己却不以为然。信王、齐王皆在谋逆中身死，朝局震动，群臣内心不安。但我是知道他的，他是想回劳兰关了。但是如果他现在不当这个太子的话，只怕乱局又起，天下难以太平。小裴将军的用心良苦，我都明白。只是我们家小姐特别有主意，方才那些话我也不好同她讲。其实最重要的是，这些毕竟还是秦王和我们家小姐自己的事儿。你说呢，耳朵？小裴将军，其实我跟桃子已经商量过了，十七郎和崔小姐的有些事情，我们不会再多嘴。就好像我跟桃子有些事情，我们也不会再跟他们说。是我迂腐了，喝酒。十七郎，我就不进去了。这青云观我没来过，想四处随喜参拜一番。见过萧真人。殿下请坐。今日朝中之事，想必真人都已经知晓。亲王与齐王，真没想到如此丧心病狂。幸亏陛下与殿下都能安然无恙。之前曾经答应过真人，要劝父皇立玄泽为主君。此一时，彼一时。我信任殿下，
才将太孙托付给殿下。殿下是一诺千金之人，所以今日才特意入关来见我。其实殿下内心早已深知，如今的情势，殿下恐怕不得不为储君。如今朝中不安，太孙乃一介质子，他如今没有这个能力，因此大变之举。我也明白殿下此时的心中是有万千恼恨，就如同我当日明明不愿做太子妃，却要假作欢欢喜喜地嫁入东宫。人生在世，有那么多不情愿之事，活在当下，顺势而为，落子无悔。你不是不信这些吗？世间有万般不得已，人生譬如朝露，忍不住有所贪恋，有所求。这漫天神佛，或许会垂怜一二。我知道你是求的，不能说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原来青云观的神树长这个样子。秦王殿下，多感殿下相助，今日又特意亲自护送，太孙殿下才得以平安归来。韩将军客气了，是礼是期，多感韩将军重意。这位韩将军
还真的是可以写入青史的人物呢。是啊，从前我也只想做一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，御敌于国门外，让敌人听到我的名字就闻风丧胆。秦王殿下的名头，倒是也可以指小儿叶铁呢。其实我心里知道，劳兰关是回不去了。我亲眼看着兄长们背叛父亲，其实他们都是死在对权力的渴求和无法控制的野心之下。之前我总是很想回劳兰关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我想回的并不是劳兰关，而是想要回到过去那种简单的、没有心机的、开心的日子。我太清楚，一旦成为储君，恐怕就要做很多身不由己的事。一个闲散之人和一国储君要担当的责任完全不同。从前我不知道，亦或是我知道，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。我阿娘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也什么都不想要，只想回到阿娘还在身边的日子。阿英，我心里其实都明白，你我所思所求，其实都是殊途同归。我们都想天下太平，百姓们不再流离失所，文官清廉，武官不惧死，所有人都能过上好日子。选择年幼，是无法担此重任。若他当储君，到亲政，还有漫长的10余年。这10余年里，父皇是没有办法担当天下的。既然无人担当，那么就由我自己来担当。赵家村，老包他们是回不去了。可这天下要何止一个赵家村？有千千万万的游子，更有千千万万因战乱分离的夫妻、父母、儿女。我深悔，我深悔没能救得了老包他们。但我现在有个机会，我现在有个机会可以救更多的人。我要救更多的人。天泰元年，岁次乙未，皇帝若曰：“唯尔秦王逆，孝而克忠，业而能勇，业著于内，救于天下之危，承祀宗庙社稷，筹资列辟，亲若前修，是用命尔为皇太子，王亲哉！而其敬贤以德，宽仁于内，无怠无荒，故保我宗基，可不甚于。”
陛下似乎闷闷不乐呀。今天太子又和崔氏女一起出城去了，好多人都看到了，现在都把他当成趣闻来讲。哎。陛下明鉴，今时今日，确实不宜选崔氏女为太子妃。崔家势大，选这样一位太子妃，于太子无益，亦于朝局无益。将来，陛下必然要削弱裁撤崔家军。若崔氏为太子妃，定成阻碍。皇后说得对，说得太对了。可要是崔氏女不行的话，那就得选一个出色的名门之女做太子妃。那日赐宴崔氏，我冷眼旁观，觉得故相之女顾婉娘不错。皇后都说好，而且又是故相的女儿，看来此女甚为出色啊！好，太好了。小姐，怎么了？三小姐的丫鬟春玲将我狠狠嘲讽了一番，说什么如今秦王每日与崔小姐同进同出，天下人皆知秦王要娶崔小姐了，又说崔小姐那么厉害，能文能武，小姐您就甭小想太子妃之位了，还说等崔小姐做了太子妃，就要好好看小姐您的笑话。那你怎么说？我牢牢记住小姐您的吩咐，一句话都没敢多说，就赶紧低头走了。就这样，春玲领着一群丫鬟，对我好一阵嘲笑。得意之时不忘形，失意之时不颓唐，这才是大家风范。再说了，与秦王同进同出，岂是闺秀应有的贞静之举？若崔小姐做得太子妃，那自然无妨。可若最后旁人成了太子妃，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？小姐说的是，我就睁大我的眼睛好好看着，看这位崔小姐到底能不能做太子妃。陛下，既已立太子，还望早日为太子殿下册立太子妃，早诞皇嗣，以固国本。臣附议，应从名门世家中广选良缘，择其优，为太子殿下册立太子妃梁娣、宝琳。陛下，战乱始平，天下初定，儿臣觉得，此时不应该广选良缘，惊扰民间。太子说的有理，这个时候大选良缘，甚为不妥。还是先册立太子妃吧。朕觉得故相第六女甚是出色，可以选作太子妃。陛下，臣女德薄能显，岂能堪配太子？陛下，崔乙之女崔氏，陛下原属意以她做皇子妃，如今以她做太子妃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裴卿此言差矣。崔乙狂妄，上了奏书，说要在皇子中挑选一个为婿。朕从未答应，朝臣们也颇多反对。再说，在这个时候以崔氏为太子妃，很不妥当。陛下圣明，崔乙自领崔家军10万众，气焰嚣张，
此时万万不可再立崔氏女为太子妃，否则必成昼夜之患。臣附议，崔氏女万万不可册为太子妃。臣附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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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陛下，儿臣觉得如今谈婚姻之事尚早。如今北有接受未灭，西有秦军未定，南有百越未平，敌未灭，何以为家呢？娶妻生子，人伦大事，怎能说敌未灭，何以为家呢？陛下圣明，太子殿下以早册立太子妃，为圣朝万年之计，延绵宗嗣。陛下圣明，太子殿下以早册立太子妃，为圣朝万年之计，延绵宗嗣。石七郎，尝一尝。你这匆匆到这儿来，不光是为了讨碗茶喝吧？石七郎，陛下和群臣的意思，想必你也明白了。崔乙现在已经是平凉卫阳大将军，虽然他交卸了朔州道行军大总管的职务，但崔家军10万余众。只听令于崔乙一个人的，父女相传，太子妃焉能手握重兵啊？更何况，如果这个崔乙真的成了外戚，必定难以控御，恐生外戚之祸。是裴大将军让你跟我说的？不是，父亲的意思是不想让殿下为难呐。但是我觉得必须要告知殿下，咱们方才有回旋的余地。我会想办法的。其实今日你已经看到了，朝中群臣10有8九都是作死班相。连你也觉得我不应该娶阿英？石七郎，其实我是知道你的，你对崔小姐一往情深。但是石七郎，如果你真要娶崔小姐为太子妃的话，朝中群臣是不可能容忍崔家军的。现在不比从前了，现在已经天下太平，裁撤各路兵马那是势在必行的事情。就连镇西军的部分冗员也已经在陆续裁撤了。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明白，崔家军不受朝中管辖，而且人数众多。如果现在裁撤，他们还可以解甲归田；倘若将来尾大不掉，后面不得不兵戎相见的话，那才是惨痛之极、无可救药的境况。必定会有两全其美之法。石七郎，我是这样想的。其实崔小姐呢，通情达理，只要你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的去劝她，我觉得不行，不能这么对待她。哎，饭早啊。小姐，这个点心还真是好吃哎，怎么吃都吃不腻。有一种很清淡的玫瑰香，还有荔枝的味道，确实不甜不腻。小姐，我跟耳朵都已经商量好了，之后呢，我们也要开一家这样的店，专门卖这种好吃的点心。是个好主意。等你的店开起来，我一定要第一个光顾。那你可得多买点哦。那还用说吗？肯定买非常多。一会儿再帮我买一些玫瑰、荔枝、樱花酪，我要送人。小姐，你是不是要送给殿下？才不给他！不送给殿下，那我送给谁呀？保密。老有那么多小秘密。
马步，稳住，注意力要集中，走。走。累吗？不累。再来。很好，再来。用力。来。多亏崔小姐，还想着我这方外之人，带着这么精美的点心来看我。也是想到太孙还是小孩子嘛，肯定爱吃此物，所以就特意送来了。殿下已经被册立为太子，玄泽也不再是太孙。崔小姐，今后莫要再做此称呼。是。说实话，这10余年来，未尝有今日之舒心。虽然这是方外之地，不染繁华，但就像是久归之人，思心甚喜呀。是，我看真人刚才看着玄泽的时候，满脸笑意，只觉得万事皆足。崔小姐，马上就该成为太子妃了吧？未为可知。太子与崔小姐两情相悦，崔小姐必会成为太子妃。只是，实不相瞒，我内心甚觉可惜。世人只知太子为储君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；世人亦只知太子妃为储后，内命腹中，自皇后之下，最为贵重。可是哪有人知道，作为太子妃，有万般难处啊！真人刚才说，这10余年来，未尝有今日之舒心。是啊，孙敬之乱时，我含垢忍辱，卧薪尝胆。可是我作为太子妃之时，又何尝有一日是随心所欲的呢？如果真做了太子妃，你就会失去自我。你的喜怒哀乐、所思所想都不重要了。你的命运和储君的作为、王朝的兴衰，紧紧地附在一起，再也不能挣脱开了。太子妃的身份，是荣耀，也是禁锢。真人当初心悦过贤太子吗？我若心悦过，难道这万般难处就不是难处了吗？许多事都是太子妃的职责所在啊。真人大义，确实无愧于贤太子。其实我所求，不过是无愧于心罢了。人生在世，最难的，就是无愧于心了。我与崔小姐只是寥寥数面之缘，今日是我话多了。真人外道了。大约从古至今，没有一位太子妃与另外一位太子妃做心腹之语，这是一段缘分。
殿下。顾小姐免礼，约我到此，不知所谓何事？是婉娘唐突了，贸然相约，实为婉娘惶恐万分。婉娘知道殿下与崔小姐早已有白首之约，万万没料到，陛下竟然指名提及婉娘。婉娘也不知道陛下为何忽有此意。若殿下允许，婉娘可请家父带上奏书，就说婉娘身子不好，不适婚配。婉娘自愿出家为道。顾小姐多虑了，怎能因为陛下的一句戏言，便耽误了你的终身呢？可人都说，君无戏言。婉娘实在不愿殿下因婉娘的缘故，耽误了与崔小姐的姻缘，或与崔小姐生了嫌隙。婉娘真的自愿出家为道。真的没什么事，你放心。阿英与我，绝对不会因为他人而生了嫌隙。是。多谢崔小姐来看我们娘娘，娘娘她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。从前在宫中，自不必多说了。自从接回了玄泽，娘娘的脸上才有了笑意。崔小姐来看望她，她的眼中也有了神采，真是难为崔小姐，每句话都能说在娘娘的心坎上。本来也是不好意思来打扰真人的清修，但是一想到其实玄泽还是个孩子，真人这么多年心力交瘁，实在不易，所以就想常来看看，不要嫌我聒噪才好呢。哪里，锦娘自是整日盼望着您能来。娘娘她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心里也是盼着您来的。阿英，殿下来接崔小姐了，那就恕锦娘多揽不远送了。真人那儿之后要是缺什么，随时到府上来找我或者桃子都行。好。玄泽还好吗？挺好的。你怎么不去看看他？小孩子心思敏感，他又一直颠沛流离，才刚到这里，我怕我去看他，反倒令他困扰。不会的，韩将军把他教得很好，萧妃娘娘也把他照顾得很好呢。是不是有些拘着他了？你这个人，又怕拘着他，又怕他困扰，自己又不去看他，到底怎么样才好？小姐，那是不是殿下和崔小姐啊？等等，我怎么感觉咱们刚刚说的这番话是不是有些不对啊？严父慈母，我怎么感觉我变成慈母，你却是个严父呢？我呢，处处在为孩子开脱，你呢，干脆利索。谁跟你严父慈母？我看你倒是讨打的狠。嘿，跑！上车。练起武来也是有模有样。如今战乱初定，这天下就像孩子一样，需要慢慢养成，休养生息。我打算等到明年春上的时候，劝父皇减免赋税，那些无主的荒田，着人一一丈量，据登记，分发给贫苦之人。如此一来，百姓的负担必然会减轻不少。之前战乱四起，不少人原本都是善良的百姓，为了活命被迫落草为寇，还有不少流民在各处府州徘徊，时日一久，早晚会生祸患。是啊，
我心中也在思量此事。像黄大哥他们，明明也是良善之人，却因为战乱和横征暴敛，被迫陷入入里。送你样东西。这好可爱啊！这个是我吗？我的腿哪有这么短？嗯。这个是你，脸好圆。但我又不会画。这个针哪有这么大啊？那太细了，不显眼嘛，只能往大了画了。你给我画的那幅皇孙劳作图啊，我现在都裱得好好的呢。什么时候再画一幅你自己送给我？你就不能自己画吗？我画成这样，你又不满意。看着看着习惯了，挺好看。你看这。眼睛这么大，脸这么圆。我把我们所有经历的事情都一一画了下来，这后面也留白了，就等咱们将来两个人一起画，好不好？嗯。这一生还很长呢，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。画完一册，再画下一册，下一册画完再画下下册。等咱们将来老了呢，一页一页的翻看，多有意思。嗯。阿爹，阿爹，裴大将军来访，都说什么了？他说，陛下与朝中诸臣都反对你做太子妃，我反唇相讥，他却喟然长叹，说殿下与你两情相悦。像他那样的老头子，难道想傍他鸳鸯？他劝我，为今之计，若裁撤全部崔家军，10万将士齐齐解甲归田，你才可能有机会驾驭李逆做太子妃。不过阿爹，现在天下平定，朝廷肯定是想裁撤兵马，镇西军自不必说了，咱们崔家军肯定是首当其冲的。若不是接硕偷袭白水关，估计朝中会更快裁撤咱们全部崔家军。阿爹，现在县府已闭，不然您还是快点回瀛州吧。您这样久担京都，于崔家军于朝廷都一生变故。若是朝廷真的有意要撤裁咱们崔家军，我真的担心有人会对阿爹不利。那你呢？你不跟阿爹一块儿回去啊？
我要是跟阿爹一起走，必定会有一番猜忌的。我就留在荆州吧，也没什么大碍。哼，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为李逆那小子。阿爹，您不是总骂他傻吗？他既然那么傻，那女儿就留下来，帮他一把。哼，女生外向，什么时候见你这般维护爹爹了？都成天惦记着要帮一个外人。依我看呢，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才解气。好了，阿爹，别生气了，来喝杯茶。人家现在都是当太子的人了，您这样还要抽他一顿，那您也别想脱身走了。公子，吃点干粮吧。我不饿，你吃吧。我也不饿。公子，你服了接说的药，若是不按时再服药的话，就会筋骨寸断而死。咱们还是得想办法回接术去。乌洛首领把他最信任的神箭队都交给了我，但却全军覆没。如今李逆倒是坐上了太子，我绝不会让他和阿莹在一起。看来得冒险入京一趟。公子的意思是，孙敬留下来的那个人，这一次不得不用。父亲，父亲。哦，婉儿来了。过来坐吧。父亲可是劳累了。刚刚来了一位多年老友，说了一会儿话，一时之间就走了神。父亲唤婉娘来，可是有事要说。是啊，如今这朝廷上上下下对册立太子妃一事纷扰不断，想必应该是父亲的手笔。咱们这位陛下呀，是个软耳根，听风便是雨，稍加劝说就能如我们所愿。现在崔氏女不能被册封一事，已经达成共识。就算太子殿下想要一意孤行，也必然是拗不过陛下的旨意和群臣的极力反对。但咱们这位太子殿下和崔小姐，都不是一般人，他们若是齐心协力，只怕是计谋百出，各有办法。所以得想个办法，能够让太子殿下跟这位崔小姐不能够齐心协力。父亲为相10余载，再难的公事，到了父亲手里，还不是妥妥帖帖？这点事又算得了什么？太子妃所育之子，未来亦是天子。能不能让天子唤您一声阿翁，就在此一举了。你怎么穿成这样躺在这儿？过来。阿莹，崔伯父走的时候给你留了多少人手啊？我怎么感觉这府里完全不设防？我穿成这样，行动这么不便，我刚进来的时候，就差拆窗破墙了，就这都没有人发现拦住我。京里虽然太平了，但也要防范一些。
所以殿下这是一下朝，衣裳都没来得及换，就直奔我这儿来了。你都不知道，今日崔伯父辞京而去，这朝中又一片哗然，一个个逼着我娶太子妃，一个个又逼着不让我娶你，吵来吵去，我便反驳了2句。好了，这些大臣哭的哭，喊的喊，我父皇又趁机骂了我一顿，烦都烦死了。谁是你崔伯父？你不是吧？这崔伯父一走，你就不认了？阿英，我们私奔吧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殿下这是想要跟我私奔到哪儿去呢？要不你先回瀛州，我去跟那些大臣说，我谁也不娶，谁爱娶太子妃谁娶。然后我就找个由头，直奔瀛州，咱们拜堂成亲，生他个7、8个娃娃，都不用7、8个，等生到第3个，说不定大臣们就绷不住了，就会让你做太子妃。殿下知不知道要生7、8个娃娃需要花多长时间？我知道，总得个10年8年吧。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朝中政务又不能不管，若我一走，我的那位父皇又不知道异想天开，又能干出什么事。到时候我还得收拾残局。不然这样吧，我还是回瀛州去。反正呢，我只想做你的妻子，又不想做太子妃。到时候，你常来看我就是了。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？我现在是太子，你却不做太子妃，那谁做？说这种话，看我不罚你！殿下，小裴将军来了，说有要事商议。免礼。带人犯。节硕申吏部家里见过皇帝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了，你说你要出手，到底出手何人？家里要出手崔乙，崔乙本与我们乌洛首领谈妥了，只要我们退出白水关，就会私下给我们盐和铁器。但他背弃承诺，不仅追杀我们和方工部，还硬说我们2个部落的老弱妇孺是精兵强将，割下他们的首级充当战绩。陛下，此人乃崔乙俘获的申吏部首领，战败嫌恨，贪污大将，所以才作此言呐！胡说！我们接硕人是最直爽的，打不赢就是打不赢，输了就服气。崔乙明明答应只是假打一场，他却杀了我全部族老弱妇孺，我怎能服气？那崔乙在时，你为何不当庭揭发？那时未见过天子，不知陛下如此宽厚仁慈，不仅赦免了我的性命，还赐我衣裳，令我在京都居住。这时我心中才明白，崔乙所做之事，并非是皇帝陛下所吩咐的，而是他自作主张。朕就说，以德感之，必定会报之以德。你们看看，这个家里，就是被朕感化了。陛下，崔乙乃我朝大将，崔家世代镇守瀛州，而且与他们连年交战，崔乙没有理由与他们勾结呀。陛下，所谓养寇自重，武将从来都是以战功胁迫朝廷。他崔乙怎么就不会与接硕勾结呢？这家里说得清楚明白，崔乙杀了其老弱冒充军功，就这一条就是欺君罔上。此言荒谬！崔家子侄死于接硕之手百余，而且崔乙的结发妻子为了守城力战而死，被我朝敕封为武烈夫人。他与接硕有血海深仇，你说崔乙
如何会与他们勾结呀？陛下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白水关大捷来得太巧了，怎么就那么巧？崔乙的养子刚劝降，白水关就丢了，而崔乙的大军偏巧就在那左近，如同等着立这场大功一样。臣以为当彻查此事。臣更不明白，为何裴大将军不知崔家军军务，却百般替崔乙辩解？难道也有此等冒功欺君之事？你含血喷人！哼，若不是心虚，怎么裴大将军就一口咬定崔乙与结硕并无勾结？这等十恶不赦的大罪，难道裴大将军能用身家性命替崔乙担保不成？这等大罪，难道有裴大将军担保，就不应该彻查清楚吗？你胡说！够了！文武相结，非朝廷幸事。你既然口口声声说崔乙与你们勾连，那又是如何与你们勾连的？派遣谁去乌洛密谋？既有密谋，你又从何得知？你既得知，那崔乙为何没杀了你？崔乙遣其义子柳成风为使，与我们乌洛首领密谈。我是乌洛首领的亲侄子，所以他曾经私下告诉过我密谈之事。崔乙不杀我灭口，是因为他不知道，我知道他与乌洛首领有勾结。你是我朝的俘虏，陛下开恩，赦免了你的性命，但你贪污我朝大将，就这一点，就够被处以极刑。还有，你不要以为你死了，就可以一了百了。我会亲自带兵，踏平你们乌洛的王朝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就凭你的一面之词，就想污蔑崔乙大将军。崔乙的儿子柳成风也出手了，不妨把他叫进来问一问，他知道的比我更清楚。好了，带柳成风上来。是。柳成风带到。有罪之人柳成风，拜见陛下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既已出手，那就好好说说，崔乙和接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。崔乙与我说，想保全崔家军的实力，不愿与接硕交战，又担忧朝中迟早会撤裁崔家军，想要做两全准备，因此派我与乌洛密谈，由我杨作劝降，卖了白水关，这样我便可以留在接硕，给崔家军留一条后路。但其实崔乙早就与乌洛谈妥，由他领兵至白水关，乌洛杨作战败，如此崔乙便立下大功，这样朝中也必不会撤裁崔家军，崔乙亦可进退自如。一旦朝中有裁撤之意，便令接硕滋扰边境，而崔乙也答应会暗中供给接硕紧缺的盐、铁器等，养寇自重。那你为何今日出手啊？崔乙以我为棋子，卖了白水关，又令我背负骂名。我深感难以面对九泉之下亲生父母列祖列宗，但更因崔乙寡廉鲜耻，却高居庙堂，世人都以为他是有功之臣。罪民自知，万死莫属。但罪民身为天朝子民，不能通敌卖国，这是最后良知。因此，大义灭亲，出手检举。
崔乙对你有咬欲者，你怎么能够为了一己私利，如此污蔑他？太子殿下如此维护崔乙，难道不正是因为一己之私吗？陛下，崔乙曾在两王之乱中救过陛下的性命。如果他要通敌卖国，又为何如此？若不是因为他与接硕勾结，又怎么会那般及时赶到相救于陛下？陛下，这与大捷一样，都是他勾结接硕、贪冒功劳的铁证。对，说的有道理，哪就那么巧，次次都让他赶上。陛下，为今之计，只有命崔大将军即刻还朝，查问清楚，便知分晓。这崔乙匆匆离京，焉知其中是不是有诈？陛下，只能遣重兵，先将崔乙索拿回京，更要防止崔家军作乱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小姐，咱们要不要赶紧走？我们只要一走，就会落人口实。可是不走的话，大将军只会更加担忧你的。这是一张精心织就的大网，敌人从四面八方而来。现在我们在明，敌人在暗，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机关陷阱在等着咱们呢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我在想，只要父亲能够顺利回到瀛州崔家军大营，朝廷一时半会儿也不敢将父亲怎么样。到时候，再慢慢想法子吧。眼下殿下还没有出宫，要不等殿下回来之后，你们再商议商议。不，当此贤义之时，他又是储君，事情又牵扯到两王之乱，本就瓜田李下，最是微妙，不要把他卷进来。还是避嫌为好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想这么多呢？他处处为我着想，我也应当为他着想一些才是。十七郎。我出了宫就一直在等你，等到半夜也没见你去。你这府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刚一路进来如履平地，万一有刺客怎么办？因为十七郎是最好的斥候，所以才会如履平地呀。这要是换做旁人，早就变成刺猬了。真的假的？我不信。来人！下去吧。现在信了吗？信了，信了，这回我放心了。殿下大半夜跑过来，就是为了检查我的防护吗？我担心你和崔大将军。这等阴损的招数，也只有阴险之辈才想得出来。他们未达到目的之前，是不会行刺我跟阿爹的。阿影，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那是哪里啊？突然走水了。是大理寺。走了。陛下驾到！
惊扰了陛下，臣等罪该万死。连大理寺都有人敢闯进去，我这个做皇上的，睡不安枕也是应该的。好了，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有一伙贼人武艺高强，黑衣蒙面闯入狱中，狱卒被杀14人。接说审吏部首领家里被刺死，柳成风重伤，幸得禁军及时赶到，与那伙劫狱的贼人力战，贼人被歼3人，原俘获4人，皆立刻服毒身亡，走脱数人。所用武器、衣着物品，臣等悉心查验，皆无任何线索。哼，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杀人，干得利索。贼人放火，大概是想将所有人和证据付之一炬吧。幸而禁军及时赶到，将重伤的柳成风救了出来。不过他受伤太重，还不能问话。都已经这么明显了，这伙贼人就是崔乙派来的，目的就是杀人灭口。裴宪，臣在。你亲自带一队人马去追，要是追不着，就不必回来见朕了。陛下，裴大将军年事已高，这般彻夜奔波，让裴元去吧。也行。即刻去裴府传旨，让裴元带一支精兵，务必要把崔乙追回来，不然朕就问他的罪。是。陛下，若此事真是崔乙所为，只怕他留在京中的那个女儿也是主事之人，不如立即将其传来问话。他不是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是？今晚我就在他房中，他自然不是。不知羞耻！啊，陛下，男未婚，女未嫁，少年人一时情热，迟迟忘归也是有的。孤男寡女，3更半夜同处一室，还好意思说出来？这个崔氏女，她就是一个狐狸精，带坏了朕的太子。是我闯进他府中，我翻窗进去的。今天我就把这话说明白了，我就要娶崔琳为妻，谁劝都没有用。她是我。
小姐，外面不知道为何，小裴将军带着人把咱们府严严实实的围住了。小裴将军带着人，他没说要进来见我吗？没有，他只让我进来告诉你，说他带着禁军来的，让我们府内的人暂时都不要出入。天都快亮了，也不知道阿爹现在过了越州没有。咱们要不要派人先去问问殿下？不，李逆现在怕是已经不在西长京了。大将军，过了前面那个隘口，就到市州地界了。青壁河东侧就有我崔家军重骑，现已得令前来接应了。只待两下里会合之后，咱们回瀛州，自当是安然顺遂。走吧，早点跟大军会合，早是安心。是。说已经过去7、8天了，李逆能不能带崔乙回来？哎呀，这不好说。通敌卖国可是大罪，太子若能把崔乙带回，陛下一定要彻查到底呀。顾相说的有理。崔乙若通敌卖国，必赐他死罪啊！只是太子对崔氏女有情，若是太子非要娶她做太子妃，那崔乙这个罪可就难治了呀。不如趁这个李逆如今不在西长京，朕赐婚一名太子妃，这样就生米煮成熟饭了。这太子殿下不在的话，在礼法上是不能册立太子妃的。那梁帝呢？梁帝是不需要太子亲迎的，而且最要紧的是，梁帝再升一级的就是太子妃了。哎呀，到时候让他们册立一下就行了。陛下此计约莫可行。顾相啊，顾相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体谅朕的。你家婉娘是一个好孩子。朕也不忍心委屈了他，可是现在不是事态紧急吗？只能让他先做梁帝。等李逆一回来，朕保证册她为太子妃。什么？不可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陛下，臣的女儿怎么能够配得上太子殿下呢？请陛下您收回成命吧！万万不可呀，陛下！顾相啊，你为相10余载，对先帝、对朕，那都是忠心耿耿。朕知道此事委屈了你们家的女公子，但是现在事态紧急，除了你，朕还能相信谁呢？若是顾相你不答应，陛下，不是臣不答应啊！此事若是传了出去，旁人会说臣为了攀龙附凤，将自己的女儿硬塞进东宫，以后您叫臣有何颜面出去见人呐？顾相，你这是要朕求你吗？陛下，臣为了陛下，本就可以万死不辞，些许流言和骂名，臣为了国朝，不应计较。好，这就对了，啊！小裴将军送来的，还有今日的瓜果蔬菜，他居然还问我，咱们还缺什么？他不过是尽他的职责罢了，何必跟他生气呢？可是我们大家都那么相熟了，他倒好，
招呼都不打一声，带着禁军就把咱们府前府后围得水泄不通的。又何必怨他呢？八成是李逆叫他这么做的吧？啊，那就更可恨了。他自己去追大将军了，还派裴玉元在这儿看着咱们，这都多少天了呀？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桃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咱们在京中的人手少，李逆让裴元围了此处，总比其他人围了这儿会更方便、更安全。女儿明日便要奉旨入东宫去了，父亲可还有什么话要叮嘱女儿？婉娘，你过来。婉儿啊，你知道，太子是个聪明之人。孩子啊，你此去不易呀。凭你的聪明才智，花上几年时间，总能够笼络住太子。只要生下个一儿半女，那就大局已定。你将来就是皇后。父亲，您就放心吧。前方有大雾，徐徐而行。哎，小姐，那你说，大将军会跟殿下回来吗？我不知道呀。那崔姨若真敢回来，就是钻进了笼子里面的老鹰，拔去了爪牙的老虎，在朝中，在京中，总有办法让他性命不保的。那女儿就放心了。是你呀，大将军，随我回去吧。有人攀污您通敌卖国，勾结接受，望大将军随我回去，以解众人之疑。所以太子殿下，这是来劫杀我的？不是，我的马比您的马快，况且我持有皇令出城，可调动天下所有州县府的兵马。若我有意劫杀大将军，我早在宣州、齐州、淄州等处设伏。我既然在这儿等着，已经诚意尽显。你选的3个设伏的地点倒是不错，何不如你所言设伏，你我痛快一战。大将军若是这般回去了，朝廷从此必将崔家军视为朝中心腹大患，只怕届时会命我领兵。我实在不愿意与崔大将军兵戎相见。若你我一战，受苦的只会是百姓。大将军随我回京，我必定会倾尽全力，替大将军洗脱不白之冤。拜见母后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是婉娘绣的如今时兴的花样，给皇后娘娘做双袜子吧。这么精致，哪舍得做袜子？给姑娘弟赐座。
谢皇后娘娘。难为你自从进了东宫，就日日都过来给我问安问好。成婚定省，这不是晚辈该做的吗？刚才陛下还跟我念叨，说算这日子，太子总还有7、8天就该回来了。等太子回来，你们新婚燕尔的，就不必每天都过来了，伺候好太子才是。陛下，顾相，陛下，太子殿下领着崔大将军已经进了崇家门了。什么？太子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可真的把崔姨给劫回来了？大将军，阿爹，哎，阿爹，阿爹怎么真的回来了？回来了，进屋说去。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崔大将军已经回府，崔府暂且无事，我就赶过来了。有一件要紧的事，我得告诉殿下。什么事？殿下不在京中这几日，陛下赐给殿下一名良娣，正是顾相的女儿顾婉娘。什么？顾良娣已经在东宫了。良娣不比太子妃，只要礼部走个规程，就可以送进东宫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看你脸色，刚才定是为崔大将军的事情已经顶撞过陛下了。如果再进宫去，因为顾良娣的事情和陛下闹翻的话，有百害而无一利。现在，洗脱崔大将军的冤屈，立崔小姐为太子妃，才是最要紧的事情。吃饭吧。阿爹何必回来呢？我一想，你一个人在此，万一被那小子欺负了，我就回来了。怎么，阿爹回来晚了，害得阿莹不快了？我知道，阿爹都是为了我才回来的。那些宵小啊，他们诬陷我，我此番回来就是要看看，到底是何等小人，敢行如此可恶之事。怎么了？我就是难过，阿爹您这样回来，不亚于是自投罗网。您知道，若您不回来，我和李逆就没办法结为夫妻。您就是为了我才回来的。你嫁不嫁他都不打紧，但阿爹可不愿悲伤，痛敌卖国之名啊，也不能委屈了你。好啦，别难过了，阿爹没事儿。吃饭吧。嗯。
沐浴更衣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殿下，求殿下救救我们小姐，不，救救我们梁帝吧！梁帝听说太子殿下回来，便假装打发我去拿点心，然后他就自缢了。小姐，太子殿下来了，太子殿下来看您了，小姐，太子殿下来了。快扶我起来！实在是令殿下烦扰了。躺着吧。陛下赐婚，让婉娘做殿下的良帝。婉娘本想在家中自尽，但又唯恐牵连老父，有抗旨之嫌。想着殿下回来了，婉娘便觉得可以一死了之。没想到秋翠较快，又被他撞上。殿下，婉娘愿出家为道。你连话都说不清楚，歇着吧，好好将养2天。殿下，婉娘不愿令殿下和崔小姐生了嫌隙，自知是个多余的人，婉娘愿意一死了之。你年纪轻轻，何能言及生死？我见过太多人死在我面前，我却救不了。你知道这天下有多少人，只盼着这一生能够平安活着足矣，而你一个能好好活着的人，却要去求死。殿下，好好养伤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小姐，叫我梁帝。既不让我去寻死，又不顺势捉我出家，那以后我就是太子的梁帝。朝中已经吵了好多天了，今天陛下竟然真的下旨给崔仪定了通敌叛国之罪。太子殿下查了多日，却一无所获。但是此事其实只凭家里的口供，但偏偏那个家里被灭了口，如今只剩下一个奄奄一息的柳成风，一口咬死崔大将军。但现在呢，又无法和接树对峙，自然无法查证。这个局做得很老辣，摆明置崔仪于死地。但是父亲，太子殿下还在宫里，坚持说崔大将军无罪。你看这个天气，恐怕是要下雨了。父亲，太子殿下能劝住陛下吗？陛下对崔家妇女本就颇有成见，而且陛下对太子也不是很亲近，再加上我总觉得有人在背后挑唆陛下，恐怕太子殿下劝不住他呀。
陛下，陛下，已经让太子在殿外跪了足有大半日了，再跪下去，只怕伤身。不管他，这个逆子每天上朝就知道逼朕，非要说那崔乙是清白的。他这么维护他，难道崔乙才是他的亲爹吗？哼！陛下。 陛下这是气糊涂了，太子他也不过是为情所困罢了。这个逆子，朕替他选了那么好的良地，他居然看不上眼。我看他现在为了这个崔氏女，可以去替崔乙拼命。陛下莫要生气了。太子曾经受过重伤，伤愈不久，就出城去替陛下劫回崔乙。 风尘仆仆，千里往返，纵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啊。外头下那么大雨，让他换件衣裳，免得着凉。就让太子先起来吧。让他跪着，他不是骨头硬吗？一直跪到他认错了才能起来。哼！陛下，你就只有这一个儿子了。 殿下，陛下让您起来，命老奴扶着您更衣去。殿下，去告诉陛下，不还崔乙清白，不让崔乙之女做太子妃，我就不起来。殿下，您这不是让老奴为难吗？将我的原话告诉他。照我以前的脾气，我早就会老了滚。如今没有办法抛下天下不管，让陛下好好想想，是污蔑崔乙重要，还是李密的性命重要？快去！ 吃药了。这样的阴雨天，身上有重伤，最容易犯火。怎么还站在外面啊？哎呀，确实，这身上又酸又痛，这雨下的真久啊！殿下，您赶紧起来吧！就当是老奴求您了，老奴求您了，何必跟陛下赌气呢？您自己身子要紧啊，殿下，老奴求您了啊！起来吧！赌气！任大成蒙冤，迫害忠良，非人君之岂可？崔大将军，崔大将军可是救过陛下的命，我这叫赌气吗？ 陛下怎能生如此糊涂之事？除了敌人的奸计，他怎能如此为之？他怎能如此为之？
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了？殿下，殿下，老奴求求你了，你就起来吧，殿下。殿下，陛下这么疼，殿下，你都流鼻血了，殿下，你起来吧，殿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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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无妨吧，殿下。殿下呀，你快起来吧，咱们再想想办法，兴许就能转还了啊！石亲王，起来吧，石亲王，陛下他是一时气急，待老臣去好好劝劝，兴许有转还的机会呀。殿下，殿下，我求求您了，你就起来吧，你要爱惜身子呀！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这么晚了，你还不睡啊？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。什么事啊？没什么。哦，桃子，你帮我去门口看看小裴将军在不在。他要是在的话，就说你想见他，请他进来吗？嗯。可现在这么晚了，雨又下得这么大，他若是不在呢？总觉得坐立不安的，不知道是不是这雨下得太大了。没事的。前些天，父亲是独自回来的。这些天，李逆没有请人来过，自己也没有来。我看他呀，是不好意思来咱们这儿。毕竟大将军是他追回来的，也是他害得大将军和你被困在这府里。外面现在都围得像铁桶一样，咱们都还不能出去呢。我在想，不久之前，他曾经受了那么重的伤，这一次去追父亲，只怕往返不止千里，而且回来之后，一日也不曾休息过。桃子，你是知道的，他这次内伤真的很严重，你还是帮我去看看小裴将军在不在？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总觉得要出事。你不要担心，我现在就去看。这是亏好的厉害呀！当初受了那么严重的伤，这半年都应该好好将养才是。但奔波操劳，又急怒攻心，在雨里又跪了那么久，内虚外耗，不太好啊！老奴这就去回禀皇上。那我先开个方子。我记得当初有个叫桃子的姑娘，擅长金针之术。殿下当时的伤，就是多亏了他。如今要不还请他来给殿下针灸？父亲，哎呀，我去请桃子。好。哎呀，哎呀，殿下，不准告诉桃子。殿下，可是你现在已经……殿下，陛下已经允了你的请求，相信崔将军无罪，只是……殿下，顾两地求见。内举，父亲。
说殿下从宫里出来，身子不适，还传了御医，所以我特意煮了碗汤。哦，殿下只是旧伤复发，不碍事。小裴将军，就让我进去看看殿下吧。我只把汤喂他喝了就走，可以吗？殿下说了，他今日身体有些乏累，不想见人。顾两弟还是早些回去安置吧。小裴将军，这里是东宫，我们小姐可是殿下的良娣，你拦着我们良娣，真的是殿下的意思吗？秋翠，多嘴。小裴将军说了，殿下不愿意见人，那自然是殿下的意思。小裴将军，这丫头无礼，回去我一定重重责罚她。哦，不碍事。叫我良娣，我是太子殿下的良娣，以后我还会是太子妃。小姐。这又是一连好几天了，小裴将军一直都不在。我托门外的禁军给他带话，他也一直不肯来，也不见他有一句半句的回话。你说，他们是不是真的要给大将军定罪啊？不会的，李逆不会的。你都不喊他17郎了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哦，桃子姑娘，常儿也来了，但她未奉诏不能进来，不如你和我出去，和她说几句话。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没有。阿阳。陛下和朝中群臣都觉得崔大将军是清白的，陛下也答应了，让我娶你为太子妃。但是有个条件，解散崔家军。解散崔家军。我不能答应。你放心，崔家军解甲归田，兵部会做好善后。如果朝廷觉得崔家军人数太多，可以撤裁部分，但是不能解散崔家军。你知不知道？崔家军是我阿爹的心血，是我崔家的命脉。如果
果一定要解散崔家军，那我宁可不嫁给你。不行，你必须要嫁给我做太子妃，不然我很难保全你们父女的性命。那你为什么要追阿爹回来呢？如果不是你去拦他，他现在已经回到瀛州了。如果他回到瀛州，我们父女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龙书鸟真上肉，任人宰割。更无需你说的来保全我们父女性命。阿姨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解散你们崔家军势在必行。若崔大将军真的回了瀛州，朝中对崔家军只会更为忌惮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更是不得不兵戎相见。结硕仍在虎视眈眈。如果解散了崔家军，叫我们瀛州百姓该如何？叫我们崔家军10万将士何去何从？朝廷就因忌惮我们崔家，这些就不管不顾了吗？朝中不只有崔家军能战，原来如此，这是要过河拆桥啊！阿英，我说过了，崔家军解甲归田，兵不会做好善后，更不会委屈了将士。如此说来，倒是我们父女别有用心，不顾全大局了吗？是，我知道你想保全所有，但是世上很多东西难以两全。我已经尽全力想要保住你和崔大将军，所以朝中才会答应，只要解散崔家军，你就可以做太子妃，那么崔大将军就是我的岳父。如果一定要解散崔家军，一定要把阿爹逼到如此绝境。那我还是不嫁给你了吧。你去跟崔大将军说，看看他怎么选。解散崔家军，你做太子妃；你不做太子妃，也得解散崔家军，否则崔大将军的性命我保全不了。我都知道了，裴大将军亲自来过了，将好些话都跟我说清楚了。阿爹，总是能想到办法的。我虽然跟李逆争了几句嘴，
但是他对女儿总会有一颗半颗的心软。要不过两天我把他骗到府中来，以他为质，咱们父女总是可以想到办法出脱京城，远走高飞。不用了，阿英。阿爹这一生和你阿娘一样，只是盼你好。你和他两情相悦，阿爹为什么要拆散你们呢？阿爹，那女儿宁可不嫁。崔家军可是咱们崔家人几代人的心血。小的时候，你和阿娘常常跟我说，我们崔家势震应州，皆属屡次犯劫，前辈先祖这才以崔家子弟为主，招揽能战之士，建立了崔家军。我们崔家军号称定胜军，都是您带着崔家无数子弟用血拼出来的。阿娘也是为了守城而死。崔家军是您跟阿娘一辈子的骄傲。不，阿英，你才是我跟你阿娘最大的骄傲。阿爹，我不要嫁人了，咱们远走高飞吧。傻孩子，阿爹老了，就算回了瀛州，又能有几天安逸的日子可以过？本来阿爹确实有替朝廷踏平劫数的雄心，但是你看，李逆他是一个胸怀万钧之人，他比阿爹年轻，他也比阿爹做得更好，在他手里，朝廷必能击败劫数。你说阿爹何必非要成为一块绊脚石呢？可是阿爹，女儿心里不舍。阿爹何尝舍得？本来，阿爹打算把崔家军留给你，你愿意嫁人，这就是最好的嫁妆。你不愿意嫁人，这辈子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逍遥自在。如今你要做太子妃了，这嫁妆实在无用，反成阻碍。那就10万大军解甲归田吧。
阿爹头发怎么了？阿爹，阿爹头发怎么全白了？哎呀，阿爹老了，阿爹没用了，阿爹不仅救不了你阿娘，甚至连回家的路都起不得了。你阿娘这次巡城啊，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，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来，咱们别在这儿待着，咱们回家，回家去好吗？你回家，我要去点卯，我要去点卯，不能误了时辰。大爹，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点卯，大将军，阿爹，不能误了时辰。我大将，阿爹，咱们回家吧，阿爹。崔家军的大营在哪儿？我怎么找不着了？军营呢？军营呢？军营在哪？军营在哪？阿爹，我要走了。迎亲！入位！迎新部！自当吉月，会时令臣，新人心腹，上世宗庙，下继后世，奉制以礼。一拜天地宗庙社稷，克崇景福。拜。二拜帝后，承我宗室。
皇太子加聘礼成，群臣恭贺。我答应过你3次相让，这是第1次。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我不用你让。